好了，阵法成了，只需10息便能到鹰雪城。入阵吧。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儿啊！我保证，到了鹰雪城之后，绝对不给姐姐惹事儿。如果我嗅到了暗族的气息，立马告诉姐姐。嗯。 怎么回事？有人逆转了法阵，改送为杀。风瑶，公子，法阵要崩毁了！没事吧？无妨，没事。所幸是你今日已恢复了6成灵力，否则我们方才都得死在这里。鹰秀山庄并无人入侵，到底是如何动的手脚？应是这奇阵材料出了问题。传送阵材料本就稀缺，有一部分是由庄外寻回，想来定是有人提前在材料中设下杀咒。 都怪我没能及时嗅出杀咒的气息。这不怪你。杀阵本就隐蔽，难以发现，加之起阵还要炼化材料，它就会变得更隐蔽，肯定更难发现了呀。你才多大？要是连杀阵都能嗅出，就不用到处吸宝器修炼了。我们都在呢。 还轮不到你自责，这一切都在桑启和小仙阁的计划之中。或许从净化宫开始，就是个一石二鸟的局。你是说，净化宫出事，一是为了盗取谕令，二是为了声东击西，好让他们有机会对传送阵动手脚？你最是精通阵法，若你在。 很容易发现材料出了问题，所以他们故意闹出大动静，将你也一并引开。也对，南庄主研修出传送阵一事不是秘密。你从暗域出来之后，没有直接回雍雪城，而是选择来运秀山庄。他们应该已经猜到你灵力尚未恢复，想要借传送阵回雍雪城，还真是环环相扣，步步杀招。眼下。 我更担心幽雪城的情况，不知他们会如何出手。纸雁发出已有几日，谢盟主定已收到消息，你也不必过于忧心。如今材料已毁，若要再次寻起，需要多久？这恐还需10天半月吧。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，能尽快回雍雪城？倒是还有一物。 浮云空舟，没错，这是旧日碧霄宫少公主傅兰生打赌输给我的，已经好多年没用过了。传送阵呢，10息便可抵达，它就要耗时多一些，所以一开始并未考虑，只是眼下这情况，用它代步，
总比御剑和骑马强吧？就这么艘小舟，怎么载人啊？舟要遇水而行。现在我们便可上路了。怎么上啊？这碧霄宫确实有钱。你们雍雪城财力怎么样？你把我从暗域绑出来，我可没带什么钱。做雍雪城弟子有没有津贴啊？给你句忠告：到了雍雪城，还是多听少说为好。要是犯了事惹了怒，我可不会帮你。你现在是这么说，方才危急关头也不知道是谁，只有6成灵力，还是分了护盾保护我。谢雪晨，你就承认吧，你就是舍不得我死。舍不得你死，和不让你死，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嘴硬。既已同行至此，那便一起走下去吧。穆姑娘，介意吗？多个朋友多条路嘛，南公子同行，欢迎之至。那便好。凤瑶，收好神装，御史之夜联络。是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南庄主也来赏景啊？还是先要恭喜穆姑娘得偿所愿啊。谢谢。我还没有去过雍雪城，想必会很有意思。应该说，因为穆姑娘的到来，雍雪城会变得很有意思。所以，你也觉得谢雪城无趣，对吧？穆姑娘其实是知道的，并不是她想无趣。天生识窍者，背负的东西很多，被期待的很多，被束缚的也很多，甚至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分不清，这世人所敬爱的是这个人，还是仅仅是这个人身上可以守护世间的力量。南庄主是在说谢雪晨，还是在说你自己？毕竟南庄主曾经也是天生识窍之人。穆姑娘果然聪慧，不过方才你也说了，那只是曾经。如今我3窍尽毁，最多也就算是个会画符的普通人罢了。堂堂运秀山庄庄主，当世法阵第一人，又绝顶聪明。你若只是个普通人，那让那些真正的普通人该如何自处呢？好吧，好吧，算我食言了。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，还请南庄主见谅。我只是觉得，一个能从绝境中杀出一条新路，重新立于顶峰之人，并不需要那种廉价的安慰与同情。我不想，更没资格展示什么自以为是的善良。那种怜悯，是对你的看轻。我想你不会认同，更不会高兴。穆姑娘虽是灵族，可看人却十分透彻。彼此彼此吧。你也来看风景啊？雪晨，
逗趣而已。真是没有情趣。这方面啊，你就该向男庄主多学学。到了雍雪城，你若再这般说话，恐怕是没几日就要被逐出师门。这不还没到吗？况且这种话我也只会对你说。行行行，那你当我没说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克制嘛。知道了。这心情一糟，连带着月色都不这么好看了。你们聊吧。穆姑娘对你，还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有时候也未必是件好事。这不好吗？你不是从一开始就想把她看清楚吗？我还有一事想问。何事？你为何答应穆姑娘，要带她回雍雪城呢？曾经人灵之战旷日持久，我自小便眼见无数生灵涂炭。如今战事早已结束，但伤痕却从未弥合。时至如今，人族奴役灵族，人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，仇恨就像燃烧的热油一样，需要用无数的鲜血才能浇熄。是时候主动接纳灵族了，就从容许灵族入门开始。而穆玄灵便是这第一个，仅此而已。不然呢？那便愿人灵和解，天下相心。也祝你可以得偿所愿。这就是雍雪城啊，看上去也不像是什么好玩的地方。好玩？到了雍雪城，你便是外门弟子，一切要按规矩行事。雍雪城戒律森严，绝不会姑息门中弟子，便是我也不例外。当然，我一向都是奉公守法，最听话的，你知道的。雍雪城是个和镜花宫截然不同的地方，想来穆姑娘很快会体会到这一点。有什么不同啊？仙盟五派处事各不相同，镜花宫生机盎然，但对灵族苛刻无情。至于这雍雪城，就像你看到这样，万里覆雪，凌驾于寒峭绝壁之上，洁白无瑕，亦容不得一丝误会。果然，雍雪城城主就是这样一位杀伐果决、铁面无私的人。不过没关系，如果他凶我的话，我相信谢少城主也一定会保护我的，对吗？血是血的气息。
结束了，盟主。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此乃雍雪城，是我们自己的地方，盟主怎么会？盟主法相境界，有千格外，又有弟子巡守，怎会被此身亡而无一人知晓？这究竟是何人所为？是我都没保护好盟主，都怪我。怪我为什么不走近了看他一眼？查，必须要查出凶手是谁。盟主，桑启联合仙盟内奸敌图东出，万望小心，我会早日归去。二位长老，盟主身故，雍雪盟臣深有大悲。然二位长老乃雍雪镇宗门主事，不能夸大。此非自责之事，亦非对当之事，还请二位长老封锁雍雪城，代为传丧。其余诸事，雪臣自有安排。是。这纸烟未被打开，却染上了血。看来城主是在纸烟飞到前不久被杀害的。凶手是为这掌门谕令而来。他真没是假的。剑修无论何时都不能扔下自己的剑。你做到了。燕桃，在。父皇盟主的遗体。是。你要去哪儿？他去查看混沌珠了。看来净华宫一事，不是一石二鸟，而是一箭三雕。对方的目标，不止在净华宫，不止在杀谢雪尘，更在雍雪城。他们在传送阵里设下杀咒，也是为了摧毁阵法，拖延雪尘回城的时间，以便于他们杀盟主、夺谕令。而最终的目标，是为了混沌珠。从回雍雪城起，他就没有休息过片刻，总是借着诸事麻痹自己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会垮的。他知道谢盟主心中的期待，混沌珠、雍雪城、人族、苍生，每一样都被排在丧父之痛的前面。他只能这么做。可他就没有为自己想过吗？南庄主，你认识他多年，他一直都是这样吗？说起来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因为都是天生石窍，我与他总被拿出来相提并论。可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从未谋面。直到有一次，万仙镇出现了一道裂隙，有很多暗族流窜。为祸人界，我与雪尘同被派到两界山阻拦暗族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。那时的他，与现在有很大不同。暗族会一次次复活，
们现在做的事情毫无意义。杀的比复活的快不就行了？小心！我算的好吗？原来你就是那个能捕会算的，不如我们比一比。一个。比你多一个。你怎么样？受得住吗？无碍，我早知道自己不会殒命于此。常听人说起你，有兴趣去雍雪城一游吗？原来谢雪城还有这么争强好胜的时候。西盟主一直待他甚严，可他那时少年意气，总是不服管。他总想着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的道。我也本以为他可以那样痛快地过一生，可直到10年前，他突然去了明月山庄，又突然上了问血崖闭关。待再见时，他的性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或者说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他变得清朗、克制、疏离。我不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他终是变成了西盟主心中所期望的那一处供权贵享乐的秘密之所，我也只是曾有耳闻，还没有确认，所以今晚想去探一探这斗兽场的入口。其实昨天晚上，我们2个已经发现了入口。你们怎么会去啊？要是不方便的话，我就不问了。我虽不能告诉你缘由，但我可以去帮姑娘解救被困在那里的妖怪们。此事危险，我不想你们2个掉入局中。贤哥，你放心，不是因为你，我们2个本来就在局中。哎，你先别动，别碰我！我不需要一个妖婆来救我。哟，你醒的还真是时候啊！他都救完你了，不然你以为你左肩的伤是怎么好的？是你？怎么，你认得我？12万零88斤，我认识。你也逛七绝堂？他就是七绝堂老板。谬赞！快起来！我们七绝堂绝不退款。这不会就是你们的第7绝吧？当然不是。你既是凤家弟子，那你可知该如何进入斗兽场？你们七绝堂不是有一绝叫做绝不让人吃亏吗？他们救了你，你就这样对他们？拿我金凤羽便可入内，但那里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其余的事，你们一律不要管。走了，姐妹，小心点。凤公子去哪儿啊？知道你不待见我，我走。今夜，你留下。我不能留。方才凤鸣空有看到我，我如果留下的话，会连累你的。今夜你若是走了，
明日谁给你作证，你没去天香坊？你的小妾都是你的人，凤鸣不会信的。所以你今夜留在我这儿才是最安全的。睡吧。明天凭此物方可进入，但是我们只能去太虚实。要取东西的话，不能连累弦歌，你要把握分寸，知道了吗？我知道。啊，这个凤家公子，年龄不大，偏见倒是挺大的。你倒是没什么偏见。我？你与其他玄门修仙者不太一样。我在入晨星山前当过流民乞丐。也算是遭受过这人世间的毒打吧。你要是跟我一样饿过肚子的话，你就会知道，这世间上的大多数生灵为了活命，都会拼尽全力。是人是妖，都是一条命，没有什么区别。怎么了？你的性命对于我来说，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同。是很特别的。我知道你在说胡心里，但是你能不能不要这样？我现在喜欢你，能不能保持一点分寸？我受不了。你别看着我，转过去，把脸转过去，拿这个遮上，快。这下可好了。你该不会……你赶紧把那个给我摘了！你知道什么叫油包琵琶半遮面吗？你现在这样就是……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勾引我了！我现在对你情根深重。你要是再欲语还休的话，我要是做了什么出格的事，我饶不了你！你可别怪我。这种话还是不要说的好。我不说，我怎么克制啊？你转过去，你转过去！我是想说，你是不是中毒了？对，我中了爱情的毒。忠诚有，信任也有，太好了！果然是我看上的有情人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慧慧，我来救你了，慧慧。慧慧，慧慧，你可是已经知道了那狐媚香是我下的，所以才不愿意见我。我错了，我不该对你用狐媚香，更不该让你的妖仆第一个触碰到你。一想到你这些天对着一个妖怪意乱情迷，我便痛心疾首。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是我让你错付了。竟然是用了狐媚香才喜欢上他的，竟然是一对虚假的有情人。是我让你受辱了。哦，那龙的结界竟然能将我困在这儿，啊！王梦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慧慧，你回来了。
哦，原来你并非不想见我。回回，我终于找到让你改过自新、重新做人的办法了。什么改过自新、重新做人啊？你最近是不是觉得他特别有魅力，甚至有爱上他的感觉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被骗了，我来救你了。你有病吧？你该吃药了。是你该吃药了。我带了解药，就是这碗汤，喝了它你就好了。又是汤。实不相瞒，上次的汤里我下了狐媚香。什么香？狐媚香，就是你吃了它之后，第一个碰到你的人，你就会爱上他。回回，你就让我碰一下！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他碰到了。啊！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我就说怎么会有突如其来的爱情？幸好。你小子心眼挺多的呀你！回回，别骂了，赶紧把汤喝了吧，喝了就好了。来。对了，这才对了，这才是我。你在我眼里就应该是普普通通的样子才对。啊！我终于找回我的初心了。回回，那你还会怪我吗？罢了，你以后别再这么做了啊。那你可还愿？不愿。其实我并非你所想的那么好。你呢也该从幻想里走出来了。等我办完永州城的事儿，我也要离开这儿。你呢，富有、贴心又善良，以后一定会遇到一个对你好又喜欢你的好姑娘的。我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？当然，修仙之人的话你不信？谢谢你。我父亲也有意让我随他西行走商，我也该离开永州，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了。回回，你保重好自己。你也是啊，保重好自己。一定要保重好自己。保重好自己啊！保重。你小心。方才你说的话，还算是有点良心。你说话注意点啊！我现在对你的忍耐可是有限的。之前我说你只想利用他，是我过分了。你是在道歉吗？你们真觉得那条破绳子能够把我困住？原来是影妖，不好，小心！天耀，没想到你能察觉到我的影法。你干什么？快把天耀放了！回回啊，我是来杀你的。白天还说爱我，晚上就要杀了我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！你一个吃了药的感情骗子，有资格跟我谈感情吗？别动！
香不是已经解除了吗？出来吧，或者让我去找你们。你们以为我当真拿你们没有办法吗？以现在的灵力，只能先这样了。真是患难见真情。既然你要帮他，那么我就先杀了你。你有病啊！说动手就动手！你们要去斗兽场？我们去哪儿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视死如归，这感情看来还有点戏。让他们去斗兽场考验一番也好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这妖怪莫名其妙，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他似乎一直在试探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试探感情，我们之间，他一定是看我种狐媚香的样子，以为我真的喜欢你。可他试探我们做什么呢？先不管他了，明天进斗兽场寻龙角才是要紧之事。嗯。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儿。走吧。你去哪儿？解鞋。二位看着十分眼熟，不知是哪位贵客介绍来的呀？小的不知二位身份如此尊贵，有失礼数，望二位莫要怪罪。无妨。斗兽即将开始，请随小的来。我要跟他一起。姑娘说了算，请。请。开门。哇，好大一幅舐犊情深图啊！凤氏少主儿时父母被妖怪所害，是我家主子凤鸣大人一手将他抚养成人，两人叔侄之情堪比父子。难怪他对妖怪有如此大的偏见。舐犊情深图本为温情之画，为何此图却暗藏几分寒意？这么看来，果然是暗藏玄机。再往里走，小的就无权入内了。姑娘只需按照甬道内的提示径直而行即可。愿姑娘今晚享受快乐的时光。贵宾，斗兽，这样才有趣。你们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呀！哇，好多流银镜珠啊！这
这甬道尽头不会是个金窟吧？黄金屋，妖怪传。你可知想取流阴镜珠，得取铜妖破肚；想得淡银粉，则需奇雀刮羽。素隐当真是将龙角送到了刽子手手中。走吧。走，这边。请。凤房主，今日怎有时间大驾光临啊？滚开！区区妖仆，竟敢指使我房主！天香房主，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小店？仙阁姑娘，听说我那不争气的侄儿昨日来了你这望雨楼，原来是来找凤公子的。凤公子昨夜与我喝多了酒，现在还没醒呢。是吗？不知在哪个房间？这儿呢。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有什么事儿回去说不行吗？怎么，凤房主，这凤公子都这么大了，出来听听歌，喝喝酒，难不成还要被叔叔数落？昨夜我明明用法术击中了那黑衣人的左肩。今日天香房内阁，随我一起去吧。嘿，叔，我去那儿做什么呀？你还不了解我，我哪是那块料？房里的大小事务，听叔叔吩咐便是。你是凤家的唯一血脉，迟早应该学着打理家中的事情，别整天瞎胡闹。哎呦，叔叔，走。凤房主，我曾听贵客与我说过，这天香房内阁有很多好玩的东西，我也想去看一看。不知那种地方哪是你这般的女子能去的？就在这儿等我，晚上我再来找你听曲。说，走吧。姑娘，看来凤公子不想让你涉险呀。凤鸣此次前来，必定是对昨晚夜探天香房的事情有所察觉，做好准备。等你们老半天了，怎么才来？这都快开始了，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办事的。这里面管事的比外面管事的泼辣了许多。哎，把他带下去。哎，等等，我们是一起的。带走。走。那一会儿见。快点儿。急什么呀？等你办完手续，马上就会见到了。还要办手续？废话真多。妖仆挂牌拿来。快点儿。我的问。
什么时候还给我？呵呵，等你打赢了再说吧。签姓名。这什么都没有，签什么呀？你要不要进去？要进去就签。妙不大，规矩还挺多。来，跟我走。果然，龙角的气息更强烈了，应该就在这地下某处。快点！老实点，不许打架！看来永州城失踪的妖仆都被关在此处。刚来就对上田园墨，可太惨了。我估计啊，他撑不了几个回合，他会被打死，谁知道呢？进去。你就是要和田园墨打擂台的那个倒霉蛋儿。你伤得不轻，得治疗。治疗，能活着就不错了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斗兽场上上下下18层妖怪，进到这里都用不了法术。18层，那这里是第几层？第1层。往下面是什么地方？更厉害的战场。如何才能下去？打赢了自然能下去。不过你嘛，怕是没有这个运气啊。左副经理，带好，跟我来。果然还是叔叔这儿视野最好。喜欢以后便多来。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看些有血性的东西，总好过你在那望雨楼女人堆里，整日消磨志气。叔叔教训的是。罢了罢了，今日不提这些，尝尝我新到的雨前龙井，上茶。你这奴才没长眼睛吗？公子恕罪，小的这就给您擦擦。啊！你好大胆子，竟敢扒本公子衣服！公子恕罪，小的知道错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不要跟个蠢笨的奴才一般见识。退下。是。给各位看官奉上拳拳到肉的精彩赛事。等等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没错，快坐吧。斗兽期间，主人只能用桌上的螺母给妖仆发号动作指令。妖仆受伤，主人也会受伤。若主人撑不住了，可以随时叫停，放弃斗兽。而且，等等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不是来斗兽的。你已经签下斗兽契约呀。我什么时候签了？门口没收妖仆名牌处。原来那个时候，那天妖岂不是被他们？
违约便视作放弃。你的妖谱将归斗兽场所有。那凤千说，他不是在坑我吧？想清楚了吗？要不要放弃？此处看起来凶险异常，若把天耀一个人丢在这里，要不要放弃说话？不放弃。哪那么多废话呀？开始吧！好，开始。只能用这个发出指令。对战主仆皆已就位，接下来擂主金武团，血气妖谱皆月幕，对战三修炼回，血气妖谱送福锦鲤。让我们有请挑战者送福锦鲤。你怎么捡着茶烫嘴啊？不是，那我没想到师傅这儿还有像送福锦鲤这样的猛兽，没忍住啊！擦！他们怎么跑去参赛了？天啊！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，尽情欢呼吧！欢呼！天耀！天耀！小点声。你听我说，你受伤，我也会受伤。怎么会这样？快躲！天耀，你听我说，他们这儿规矩啊不讲究，你不能自由攻击，只有我下达了命令，你才能打。什么？开始！快！我还没说完呢。进攻！天耀，小心！天耀！你不讲规矩，规矩还没说完呢。天耀，起来！天耀，结印！捂着土心，咽着力气，分！分！哎，你都是吐火呀！分什么分？这里无法使用灵力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还想使用法术？这对主仆看来是一点规矩也不懂。天元墨，攻击！左勾拳！右勾拳！无敌连环炮！天耀，踹他！扣裆腿！是。这二人若就这般死在这斗兽场，玄龟知道必定会伤心。进攻！天耀，闪！冲！往右闪！扫腿！跳！冲天拳！无敌窜天猴！跳！天耀，站起来！继续攻击！左击拳，右击拳。天元墨，好样的！怎么倒了？只不过是个妖谱而已，大不了认输吧。天耀，站起来！站起来！起来！继续打他！这天元王为何像是能看穿我一般？啊！你怎么回事？
天耀，我但凡下令他们就分析，然后递给金，这是作弊！哎，不是说好1比1吗？除了金以外，他们有人说话吗？没说话就是没犯规。你有本事也可以找180人站你后。裁判，作弊精！叔叔，我观这2人还有点意思，叔叔可愿暂停比赛，将这对妖仆卖与我？哼哼，说什么卖不卖呢？你的钱不也是凤家的钱吗？再说了，斗兽场的规矩你也不是不知道。既然开始了，安静的看完吧。嗯，好。前腿，大风车，果然又被预判了。如今他们在作弊，必须想个法子应对。天耀，绕城跑去！我等金先发指令再出招。再走！就是这样。天耀，回旋踢！天耀，我们赢了！怎么这么稳？快给指令，接回！天耀，我倒！好险！玄哥教了些什么？贤侄，你对这对主仆过于在意，可是此前有何渊源？哼，我上哪和他们有渊源？叔叔知道我的，我只不过看上那美人罢了。起来！天耀，准备反击！跳起来！踩没踩？揍他！喊他！喊他！天耀，踢他！他方才攻击时，左右力量明显不同。天元墨的弱点应该在左膝。这脚印深浅不一，天元墨应该是左膝有伤。只有找机会攻击左膝，我们才有赢的机会。若是防住的时候再寻机会就难了。天耀，起来！认输吧！绝不认输！绝不认输！